就是谭健次在 Vogue 红毯上的那个片段，不是什么精心设计的造型展示，也不是什么刻意的营业互动，就是特别特别小的一个瞬间，他给粉丝递水，就这么个事儿。但你知道吗？就是那个递水的时候，他嘴巴微微张着的那个表情，我整个人就怎么说呢？心里突然被什么东西轻轻撞了一下，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感动，是那种很轻很轻的，像羽毛尖扫过心间的感觉。你想啊，那是 Vogue 红毯，是什么场合？是闪光灯能把人眼睛晃花的地方，是所有人都在绷着，都在凹造型，都在想我这个角度好不好看，我下一步迈多大的地方。那种场合里，空气都是紧的，是端着的。每个人都在扮演一个最好的自己，精致、从容、无懈可击。然后谭健次在那儿给粉丝递了瓶水，而且不是那种来拿去的随手一递。你仔细看那个画面，他递出去的时候，嘴巴是微微张开的，就那种怎么说，像是自己在用力、在够、在认真的把那瓶水送到对方手里的样子。不是敷衍的，不是做给镜头看的。那个小嘴巴张着的表情，说实话，有点像小孩子递东西给大人的那种认真劲儿，又有点像怕自己没递稳，怕对方接不住的那种小心翼翼，太可爱了，真的，我用了可爱这个词。一个在红毯上穿着得体、气场全开的成年男人，因为一个递水的动作，让我觉得他可爱。这种反差感你懂吗？就是明明可以很酷很帅的站在那里接受所有人的欢呼，但他偏偏在那个瞬间露出了一点点笨拙，一点点孩子气，一点点我就是想对你好的朴素心意。而且你注意到没有，他送水这个动作本身，红毯上的明星，说实话，跟粉丝之间是有距离的。那个距离不只是物理上的几米远，更是一种心理上的、身份上的隔阂。你是台上的人，我是台下的人，你是被仰望的，我是仰望的。这个关系在大多数时候是固定的，是默认的。很少有谁会在那个场合里主动去打破这层东西，但他递了那瓶水，不是助理递的，不是工作人员安排的，是他自己。是他在那么多镜头、那么多人、那么正式的场合里，突然就想到，哎，他们站了挺久了吧，天气挺热的吧，喝口水吧，然后就递了。这种自然，这种不需要思考、不需要权衡这样做上镜好不好，会不会显得不够高冷的自然，是最打动人的。我有时候觉得啊，一个人真正的魅力，从来不在他精心准备的那些时刻里，不在他对着镜子练了无数遍的微笑里，不在他排练过的挥手和飞吻里，而是在那些他自己都没意识到的、下意识的、微小的瞬间里。是他在想别的事情的时候，身体先于大脑做出的那个反应。谭健次张嘴递水的那一下，就是这种瞬间。他没在想表情管理，他没在想我这样好不好看，他就是单纯地、认认真真的在做把水递给你这一件事。嘴巴张开，可能是因为他再够那个距离，可能是因为他稍微用了点力，也可能只是他那个瞬间的一个无意识的小表情。但恰恰是这种无意识，让他变得格外珍贵。你说帅不帅？帅的。那个侧脸，那个线条，那个红毯灯光打下来的质感，当然是帅的。但比帅更让人上头的是那个帅里面裹着的一点点软，一点点暖，一点点我没把你当外人的亲近感。我刷到那个视频的时候，其实是大半夜了，本来已经困了，就那种眼睛半眯着，手指机械的往上滑的状态，然后突然就滑到了，然后我就清醒了，然后我就看了3遍，然后我退出又点进去看了1遍，然后我截了图，然后我盯着那个截图看了好一会儿，就是那个嘴巴微微张开的瞬间，然后我自己在那傻笑，很蠢对吧？但我就是控制不住，因为那个瞬间让我觉得，哦，原来在那么光鲜亮丽的、那么有距离感的世界里，还是有人会在意你渴不渴、累不累、站了多久了，还是有人会把给你递瓶水这件事做得那么认真、那么郑重，好像那不是1瓶2块钱的矿泉水，而是一份很小很小但很真很真的心意。我其实不太想用什么宠粉、男友力之类的词去形容它，不是不好，是觉得那些词太套路了，太标签化了，好像一说宠粉就变成了一个标准化的偶像行为，变成了他做了这件事，因为他应该做这件事。但谭健次那个递水的动作，你看着就不像应该做的，他更像是他本来就是这样的人，不是对粉丝才这样，是他骨子里就带着那种对周围人的在意和温柔。你去看他其他的采访也好，花絮也好，各种活动也好，你会发现他就是这样，不是那种大张旗鼓的，生怕别人不知道他对人好的那种好，是那种很细碎的、很安静的，你不仔细注意就会错过的好。帮人扶一下门，跟人说话的时候认真看着对方的眼睛，接东西的时候双手接，笑的时候是真的在笑，而不是在完成任务。这些东西装不出来的，
或者说偶尔装一下可以，但你不可能在每一个没人注意的角落里都装得那么自然。那个张嘴递水的瞬间，没有彩排，没有预设，就是他这个人在那个当下最真实的反应。然后我就想到，其实追星这件事，说到底，我们追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当然有颜值的吸引，有作品的打动，有舞台上那种光芒万丈，让人移不开眼的震撼。但追到最后，真正让人留下来的，让人在心里给他留一个很柔软的位置的，往往就是这些很小很小的瞬间，是他不经意间流露出来的那一点点真实，一点点笨拙，一点点不设防的温柔。因为那些瞬间让你觉得，他不是神像，不是海报上的一个剪影，不是遥不可及的，被光环包裹的一个符号。他是一个活生生的，会渴会累会下意识张开嘴巴去够一个距离的人。他和你之间的距离，在那一个递水的动作里，突然就变得没那么远了。红毯还是那个红毯，灯光还是那个灯光，他穿着很贵的衣服走在那个很隆重的场合里。但那一刻，他不是在走红毯，他只是在给你递水。这个主次关系的微妙切换是让我最心动的地方，而且你知道最妙的是什么吗？是他那个表情，不是那种端着笑的，来，给你，不客气的表情，是嘴巴张着的，有点用力，有点认真，甚至有点呆的表情。那个呆字我用的可能不太准确，但就是那种，他全部注意力都在把水递到你手里这件事上，所以脸部的其他部分就暂时下班了，就剩下一个微微张开的嘴巴，再配合手部动作特别生动，特别真。我甚至觉得，如果那一刻有摄影师在拍他，拍出来的照片一定不是那种时尚大片的质感，一定是那种有点模糊的，角度不那么完美的，但特别特别生动的一张照片。因为那个瞬间他不在被拍，他在做事。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肉眼可见的。好了，我说了这么多，其实核心就一句话，谭健次在 Vogue 红毯上给粉丝递水那一下，嘴巴微微张着的那个样子，又帅又可爱，又暖又真，让我这个隔着屏幕的人都觉得心里软了一下，就这么简单。没什么宏大的意义，没什么深刻的解读，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很华丽的场合里做了一件很小的事，然后被另一些很小很小的人看见了，记住了，在心里反复回看了好几遍，但我觉得这就够了。这个世界够喧嚣的了，够多精心包装的人设和滴水不漏的营业了。偶尔看到一个人在红毯上认认真真的递一瓶水，嘴巴微微张开，表情有点呆，有点可爱，就觉得，还是有点什么值得相信的东西在的。不是相信什么偶像神话，是相信一个人可以既是光鲜的，又是朴素的，既可以站在很高的地方，又可以弯下腰来递一瓶水，可以又帅又可爱，又认真又温柔。这些不矛盾谭健次那个瞬间，把这些不矛盾的东西全揉在一起了。然后我截了那张图，设成了手机壁纸。每次解锁看到都会笑一下，很没出息，但很快乐。